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心到的是缅甸的诈骗，现在扫黑哦，竟然变成了人口拍卖。等一下来关心的是诈骗工人一个人可以卖到7万美元。另外呢，本来以为说诈骗集团就集中在东南亚这边作乱而已，没有想到现在啊，这个最大的帮凶竟然是直指在矽谷的办公室这些豪宅里面，包括了Meta 跟新链都有在帮忙，甚至获取许多的获利是来自于这一些诈骗集团哦。另外，我们今天也会关心的是，柬埔寨太子集团现在横扫亚洲，它的势力已经越来越庞大，已经治不住了。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我们上次聊到了这个缅甸军方不是突袭 KK 园区吗？结果数千人就逃到了不同的地方去四散，但是呢，这些人很多当中并没有因此获救。最新消息，他们被这些武装势力再利用。军方的这一些地方的军阀看准了机会，把这些失业的诈骗工一人卖7万美元，换算新台币大约是216万新台币。我们可以看到诈骗园区真的是春风吹又生。另外一头，我们现在看到，除了缅甸军方下手之外，美国、英国、台湾3国也联合一起打击的是这个柬埔寨的诈骗集团太子集团。刚刚讲了嘛，不止诈骗集团落在东南亚国家，包括在矽谷的豪华办公室里面。我们要来看到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消息哦，揭露说 Meta 没有想到他也是帮凶吗？因为2024年他的收入大约10%。高达了160亿美元，竟然是来自于帮诈骗集团的活动刊登广告。如果用每日来做计算的话，等于他每一天帮诈骗集团出的广告高达了150亿则，这么多人看到了这一些诈骗广告哦。那么 Meta 至少3年都没有能够有效阻止诈骗广告的泛滥，被指他们就是诈骗生态圈最大的帮凶。于是呢，我们要来看到现在美国的政府也开始把这个针对这些科技业做整治哦。马斯克的 SpaceX 也被卷入了诈骗风暴里面，所以美国7月份他们就对 SpaceX 展开了一个调查行动，并且要求来这个执行长来做说明，说新店设备到底是如何流入诈骗园区里面的，甚至他们计划要传唤执行长马斯克来出庭做解释。另外，缅甸军方的突袭当中也查获了30套的星链卫星设备，黑市交易额竟然是高达了数十亿美元。好，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西方说要高喊的打诈行动，结果看起来金主怎么好像是自己，包括了科技巨头 Meta 或者是 SpaceX，Meta 是真的不知情吗？还是他们在也赚取获利呢？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看一下哈，光这个150亿则的这个诈骗广告要付多少钱？那这些钱是谁付的？当然是诈骗集团付的。问题是诈骗集团这些钱从哪里来？就是骗来的嘛。那后续来讲，有多少的受害者的血汗钱被这些诈骗集团所骗去？那你如果说是 Meta， 它可以替它登了150则的每一天每天就150亿则的广告。那试问一下，这是多大一笔丰厚的利润？对。那我认为说是以 Meta 这种科技公司来讲的话，难道你完全说是你不知情？我是绝对不相信的。由于现在来讲，很多 AI 技术可以比对嘛譬如说，如果说是你在这个脸书上面发布一则比较不堪的，或者是说有违反伦理的、有违反这个人道的这个讯息来讲的话，他立刻就把你停权了这我们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甚至于跟政治有关的，他也可以停权。那你怎么可能一天150亿则你完全不知道？所以我觉得 Meta 绝对是帮凶之一，那绝对是脱不了关系。那你说马斯克，你这个星链，你底下利用你的网络太空网络链接，难道你会不知道吗？如果说是这个诈骗集团，它所谓能够诈骗，就是不断的利用网络或利用讯息来欺骗你。那最根本之道就是将你网络断掉嘛。结果反而马斯克你去提供这种太空网络，去年来讲的话，因为打仗大概地面网络那时候泰国答应把它断掉，但是大家就推测这个诈骗集团会不会用这个 SpaceX 的星链的网络来用？那果不如其然这个马斯克居然提供这些诈骗这些网络。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这次来讲的话，我认为说是缅甸这一次说是攻入所谓的这种 KK 园区，事实上也是做样子了。
因为攻入 KK 园区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索奇都，他们边防司令。那他的老婆就是这个诈骗园区的这种总经理 CEO。你说是真的还假的？我觉得只是做样子给世人看。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彻底打仗，我觉得要从源头开始。第一个就是你网络一定要彻底给它断掉。第二个，你泰国那边的电力是不是还提供？因为这些电力公司为了卖电，为了赚钱，也在卖电给这些 KK 园区的集团。第三个，你银行的这种相关的链路你也要断掉。如果没有新银行的相关洗钱的管道来讲的话，我想诈骗集团会更不容易有诈骗的机会。所以以上种种，我觉得整个诈骗集团牵涉到的是人性，牵涉到大家都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赚钱、来发财，但是忽略的所谓人最起码要有一点的这种道德感。那所诈骗的钱都是基层民众穷苦人家的钱。对，好，将军帮我们特别提到了，所以要从源头做打击，不管是从电力、从网络跟银行的资产。那刚刚提到了嘛 ，Meta，看起来就不是无辜的。那 SpaceX 呢？美国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公司是无辜的吗？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些诈骗集团想要去杜绝、去禁止，我认为效果会非常有限，因为几个因素，这些诈骗集团呢，它也会做阵地转移啊，它也会化整为零啊，它也可以借壳上市啊，它可以变的地方多，一个移花接木，谁又知道诈骗集团？诈骗集团比真的更像是真的嘞，哪会说我是诈骗集团？所以很多的非常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一样被诈骗集团骗。所以我是认为，今天就算 SpaceX 把 KK 园区给禁掉了，它可以转移阵地打带跑，那明天就换了另外一个阵地，用个地方去了。它不见得一定要在缅甸 KK 园区啊。他们可厉害，他们聪明得很啊！骗这个跟那个 IQ 再高的人也容易被诈骗集团骗。为什么？因为人有贪念，看到他一看到，哎呦，这个好像是有机会的哦。他丢个诱饵出来给你，哎呦，你马上贪念的时候就贪心大动，就上当了。所以我认为不是 SpaceX 要不要去能够完全禁止，没有办法。他可以透过其他，他可以冒名啊，用伪冒的方式啊，直接改个名就转个弯就是了。结果变成好像就变成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就成功了，好像又变成另外一番景象了。所以我认为啊，这个诈骗集团呢，绝对层出不穷，他们很聪明的很，然后再改编又另外一种方式又借壳上市了，那感觉到好像又是另外一番局面，然后很容易他就知道人的贪念就来了，对不对？以一种我们讲虚拟货币也好，对不对？拿着虚拟货币大家就被骗了啊，就虚拟货币，然后叫他的投资一本万利了。都被骗，所以我认为诈骗集团是没有办法禁绝的，他们会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有办法拒绝，而且呢，他们的生存的空间是我认为是越来越广，因为 AI 会帮忙诈骗 ，AI 也会被诈骗集团利用了，那 AI 的脑袋是比人类的脑袋要来的聪明。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那诈骗帝国的建立，一开始其实都是有人建立起来的。他是太子集团的创办人。我们看到这个37岁的陈志目前在逃，而且呢都还没有被捕哦。那到底捕不捕得到，这也是一个问题。太子集团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这个37岁陈志还非常年轻哦，但是当初是以柬埔寨经营诈骗中心为基础，已经在30多个国家经营了数十家的公司，看起来好像是发展房地产跟金融，但是暗中早就已经发展成亚洲最大跨国犯罪组织。台湾、香港都有利用房地产来洗钱，最近更在韩国以假名金斯曼集团洗钱金额达到1.5亿美元，好像没有人治得了他。杨老师怎么看？陈志啊，他当初在大陆上还只是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个网咖的管理员。24岁了，跟他哥哥就到了柬埔寨，就开始脑筋转得很快，就加入到整个诈骗的事业。那当然，他这个非常的聪明，也就是说，他透过诈骗，然后呢，同时也在做房地产、金融跟消费产业，同时也跟政治上维持一定的关系，而且捐了很多钱。那中国大陆呢，也做类似的这些活动。那在国际上，他甚至不只是在大陆获得2021年的第10届中国财经峰会的企业社会责任典范奖，在2021年也获得了就是整个柬埔寨的房地产大奖的最佳奖。
在2021年也获得了亚洲企业社会责任奖，在2022年他还获得了国际的史蒂夫商业大赛的评选，连续2年获得年度企业家。你这些摆出来，在所有的投资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产业上，有谁会去质疑他？来自于中国大陆，来自于柬埔寨，来自于东南亚，来自于国际上，也就是它规模大到大家已经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它到底这个是怎么来的，因为很简单，2015年创立的，到现在短短10年，2015年到2021年获得这些奖项的2022年也才5-6年，怎么可能一个公司5-6年来得到这样子？大家一定在猜测，它后面可能是柬埔寨政府在，就是说出资，或者是透过它作为代理。我这是一个猜测了，我看到媒体上有这个写，但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说是整个当初就是说这些诈骗集团里面的这个所谓的台面上的代表，然后呢，透过这些房地产投资、金融、超跑、绘画、艺术，开始在进行洗钱。他拥有的比特币超过140亿美元，那真的是10年呢。我在想，我10年前做什么？但现在我们就没有那种智慧。但是这种东西被戳破，因为2020年的时候，其实中国大陆就开始在立案调查这个公司。不过，因为它在中国大陆本身的活动还算正常，而且它都不断的在去推脱说，哎，这个是可能网络上的这种污蔑。可是到了2025年，就今年的10月份的时候，因为他在东南亚以及在英国、在美国开始的这个洗钱的行为被美国抓到。美国当初的这个国际的洗钱行为是全球性的，就是开始在宣告，就是说，哎，它涉及到了诈欺、诈骗、洗钱，所以把美国的这些资产给冻结，相当高。然后呢，英国也把它冻结，然后泰国跟就是柬埔寨现在开始在做调查，柬埔寨动作慢，我们台湾也调查了。我都不要讲那栋楼在哪里了大家现在都知道。你知道那栋楼的底下那个超跑，大概是10几辆，有一些是全世界只有20辆之一的耶。你不觉得这样的一个企业公司，其实台湾自己本身在做这种反洗钱调查的时候，